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我居然在这如诗如画的地方免费住了2个月。这是我住的托斯卡纳小村，全村居民只有9人，现在加上我有10人了。大家好，我是 Willow， 这是我在意大利换宿旅行的第2个星期。每天早上醒来，打开窗户，就能看见绵延山间层层叠叠的草坡，这是只属于托斯卡纳的绿色。在这里，时间似乎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流逝。以前旅游经过这样的山村，我也曾好奇，到底是什么人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啊？他们以什么为生啊？在这样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不会很无聊吗？这个视频我就带你看看小村里的人，他们的生活。这条小村叫 Gasabernacchi， 具体有多大不清楚。我知道的是，这里总共有12栋房子，但大多数都是城里人或是外国人买的度假别墅，一年中的很多时间都是空置的。常住居民只有9人，房东的女儿是这条村子里唯一的小孩。至于其他居民呢，这是今年101岁的索菲亚奶奶，思维清晰，身体好，得知我要拍她，还赶紧整理了一下发型。这是独居的养鹅奶奶，我觉得她这身打扮还蛮好看的。村里平时连个人都不多见，她每天也打扮得很精致。这是隔壁养鸡的奶奶，他们的子女都在国外或者大城市定居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留守老人吧。他们其实都不愿意和儿女一起住，情愿自己在这样的小山村里生活。这不就是蒲公英吗？想不到这里的老人会把它当作野菜来吃。其中最有趣的居民当属这个可爱老爷爷了。他有轻微智障，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时不时敲门给我们送几个刚下的鸡蛋，或是摘一把鲜花送来。别看他一副不太聪明的样子，据说他能赚很多钱。相传他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时不时都有人千里迢迢特地跑来村子里花重金请他预言。这是我的房东，是一位画家。命运的安排使他从繁华的佛罗伦萨搬到了这里，在这里进行艺术创作。对了，还有我，这个村里的最新住户。想想1年前，我还在城市里过着普普通通的上班族生活，怎么就跑到这儿了呢？说出来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全因为我偶然发现的一种旅行方式——换宿，就是它让我的人生打开了新大门。通过换宿，我不仅在法罗群岛吹着海风数绵羊，在物价超高的法瑞意边境爽玩2个月，甚至在意大利的小镇里体验了一把当地人生活。这些绝对是普通游客感受不到的深度体验。如果你也好奇我是怎么找到这些换宿机会的，可以去我主页找找换宿旅行的那篇视频，保证干货满满。好了，咱们继续聊这座藏在托斯卡纳山沟沟里的小村。这地方真是得天独厚，四面环山，地势起伏，一年四季都有惊喜。夏天可以采野果野菜，冬天能捡板栗核桃，随时随地都有大自然的馈赠。更有趣的是，在这里总能和各种小动物打照面。Hello， 就是在路边走着，我不认识你耶，自来熟的小狗，你看它就这样子，好像跟我很熟一样。好了，不跟你玩了。昨天徒步时偶遇了一群小野猪，超级萌。还有几乎每天晚上出门都会碰到的豪猪。小鹿也见过好几次了。当然，最托斯卡纳的场景还是牧羊犬赶着绵羊大军出场，开车还得乖乖给他们让路。在这一地带，唯一能造成交通拥堵的也就只有他们了。早晨爬山是我的日常活动之一，有时候会顺便帮房东捡些柴火。劈开后升起壁炉里的暖火，再泡一杯咖啡，
做个丰盛的早餐。这样的生活真是太简单太幸福啦。到了周末，房东女儿安娜不上学的时候，我们就会一起去山里找野生芦笋。这里的小孩子就是很随性的，走着走着累了就在路上睡一下。野生芦笋纤细矮小，藏在杂草和灌木之中，可不容易找了。但经过2个星期的修炼，我已经是个合格的芦笋猎手了。Oh, there's a cat. Yes, it's my friends. This guy. 这些芦笋超级鲜美，开水烫一烫就能吃。有时候配点橄榄油炒鸡蛋，或是加进意大利面的肉酱里。别看这是个山沟沟，生活其实很方便。20分钟车程内有医院、超市、学校、体育馆一应俱全。开车2个半小时就能到罗马，3个小时直达佛罗伦萨。安娜的学校在一个叫皮迪亚诺的中世纪古镇里，这地方美得像童话，多次被评为托斯卡纳最美小镇。古镇建在险峻的悬崖上，风景绝佳。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我，我一定单独做个视频带你们云游这个小镇。话说意大利老龄化程度位居全球第2，仅次于日本，尤其是在这种山区就更明显了。也就是来到学校附近才能看见些小孩，另一个能看见些年轻人的地方就是健身房了。古镇里还有几家超市，顺便带你们看看当地的物价。 This is 631 euro. It's not so cheap. 264 grams. Yeah. 视频是23年拍的，这是当时的价格。经过这几次换宿旅行，我发现欧洲人买吃的也有鄙视链。 Italy, it's very important. You buy the meat, it's like born Born in in Italy. grow up in Italy, and produce the things in Italy. Because we had so many rules that didn't allow us to use chemical or medicine for animals, antibiotics. So we are sure our meat is one of the best. 无论是法罗群岛、法国还是意大利，人们都更偏爱本地的农产品，即使进口的更便宜，也不太买账。一来是他们都非常信任本国的生产和加工标准，二来他们认为便宜可能意味着质量下降，加上外地产品需要长途运输，鲜度也打折扣。 And then for our world, it's better to use the things where they are produced. So we don't let travel so much, no? Use the trucks, use the gasoline, and produce Pollute the earth. a little bit, 43 40, euro. yes. Yeah, just a little bit, and we don't buy wine. Yeah, I just mean, basic food. It's 40 Basic, something what we euro. eat, some proteins, Yeah. today's, Some not eggs, so a much. little bit meat, and Yeah. little flowers Yeah. and stuff. They are, if you pay attention, you pay. So I'm trying. 房东还说，如果大家只图便宜，长此以往，良心生产者会逼得降低标准，这才是真正的损失。But it's not easy. If you Yes. are poor and I'm not rich, I mean, it's Yeah. more easy. If you have money, you can take care really good. 听完这些，你们怎么看呢？欢迎留言讨论。房东送完孩子上学后，就会驱车10公里来到一个神秘的小镇 Sovana， 开启他在画廊的艺术家模式。说起 Sovana， 这可是一个低调到在中文网络上几乎查无此地的地方。但在意大利人眼中，它可是被公认为最美的小镇之一，简直是隐藏的宝藏。想知道这个中世纪风格的小镇到底有多迷人？房东的画廊又藏着哪些惊艳的作品？别急，下个视频我将带你云游这座将托斯卡纳的魅力浓缩到极致的小镇，敬请期待哦！谢谢每一位还在关注我的朋友，如果你能看到这里，我想你一定是非常支持我、喜欢我作品的小伙伴，真的很感谢你们的鼓励和陪伴。距离上次更新居然已经过去5个月了。有关注我 ins 或抖音的朋友可能知道，去年2段换宿旅行后，我迎来了人生新的篇章，成为了一个妈妈。这段时间确实忙于照顾宝宝，没能及时剪辑视频，但这其实不是断更的主要原因。
真正让我停下来的是硬盘坏掉了，导致拍摄的很多素材丢失。尽管我花了很多钱找人恢复了一些，但还是有不少珍贵的片段找不回来，这一度让我非常难过。丢失的素材让我陷入了拖延和沮丧中，甚至一度提不起劲去剪辑。但最近我终于调整了心态，不再纠结那些回不来的画面，而是决定珍惜手头剩下的素材，向前看。你们的鼓励和催更让我倍感温暖，也让我下定决心不能辜负大家。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会加快脚步，好好更新内容，把更好的作品带给你们。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和我一起迎接新的开始。爱你们！